见过和房子一样高的淋浴屏吗？今天我是见到了。点赞一下黄金万两，大家好，我是安装工小米。本地一个客户呢下了一个网单，装一个淋浴屏，来了以后我才发现啊，这个淋浴屏竟然有这么大。我问业主为什么那么多师傅报价，你选择让我安装呢？他说我报价是最高的。这个大家怎么看？拆了包装我才发现，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淋浴屏。普通的淋浴屏安装费呢几十块钱，这个淋浴屏呢，它里面看到了吗？还有一根电源线，里面带了一个即热式热水器。很显然，按淋浴屏来安装的话，那我不就亏了吗？然后跟客户呢聊了一下，适当的又增加了一些费用。还好这里有说明书，我们按说明书来施工。这个浴屏的总高度呢都达到2米了，热水器的电源线也够粗。测量一下客户家的安装环境，上面是预留了电源线的，还好这个高度是可以安装的。这是一个新小区，天然气还没有通，所以大家都在想各种办法。很多人呢都装了即热式的热水器，等天然气通了，可能就换燃气热水器了。说明书里面介绍的既然和这个机器呢不是同一款，好尴尬。那我们只能现场摸索了。从它的背面呢拉出2根水管，2根水管，我认为是1根接冷水，1根接热水，好吧，就这么干。本来它这里应该带2个微丝弯头的，但是没有，到我车上拿了2个对丝，直接用对丝接。这个浴屏的安装高度呢不能按标准的来了，只能是考虑它上面接线的位置，要把它那个线呢刚好和那个机器对应上。这是顶棚，顶棚后面呢是一块不锈钢板，螺丝固定，这个可以拆开的。顶棚呢和主机连接起来也是螺丝固定，然后呢这边有一根水管，把这个水管呢接上，带了一个小卡子，这个卡子拧紧，这个水管就接好了。后面的位置呢有2个孔，这刚好是拧螺丝的位置，这就是顶棚和主体固定的方式。最后把这个天灵盖给它也盖上。机器的挂装方式呢没有变，还是这种挂片，一般都是2个，和我们普通的淋浴屏呢没有什么区别。从接线的地方呢量第一个挂片的高度。正常的情况来说呢，这个电源线应该做一个底盒，留在机器的侧面，不应该把它做在机器的正上方。因为即热式的热水器呢都有一个漏保，机器的包装箱里呢是没有带漏保的。询问了一下经销商，经销商说这个漏保要自己配自己买。正上方的线路呢没有做底盒，也不具备安装条件。前几年装这种浴屏呢，感觉1年能装几个，现在好像很少了。现在正在考虑安装漏保的位置，听一下商家怎么说。商家说服了客户，说这个地方呢，你直接线和线接好就行，功率也不大。现场就这条件，只能是缠绕个7、8圈，然后把这个线压实，以后不要在这个地方虚接就行。将来这个位置的漏保呢是必须要装的。在我的身后呢还有下一个线盒，那个地方是并线过来的，将来把那个漏保告知客户装在那里。这个地方感觉是不是还缺点啥呢？接水的时候呢，在主机背面呢只摸到2条水管，很明确的，一个进水管进去以后加热，除了供淋浴屏自身使用以外，还可以回流到热水管，然后供洗脸池的那个地方洗脸用。这不是想法挺好的吗？那我们就把机器挂上，准备试水，试好水没问题，那我们就完活了。一切准备就绪，现在开水试水。各项功能试水呢都一切正常，感觉也没有任何问题。但是现在它没有通电，现在想要试一下它的加热功能，我们必须得把它的线路给走通了。这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距离淋浴屏那个线最近的一个地方，线是从这边并过去的，将来这里装一个漏保。
临时线走通了以后，我们把温度设置好，试一下它的热水。结果却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，现在温度已经烧起来了，但是总感觉这个水是有一点点温度，但是就是达不到那个显示的温度。哎，这就奇怪了，这是为什么？最后业主联系了商家，和商家沟通，商家说这一款机器呢本来是两用的，这个是没有带节能盘的，还有一款是和这个一模一样，下面是接节能盘的。说再往下面摸呢，还有2根水管，这2根水管要摸出来。没有装节能盘呢，这2根水管既然要串起来，那我又跑了一趟，去搞了一个对式，把这2根水管呢接在一起。这样问题应该是处理了吧？机器还是先不要挂了，通上水，我们再试一下。把温度设置好，然后我们再等一会儿，看一下这个水还是不热，为什么呢？还是不热。难道是水流量太大的原因吗？从侧面我们可以把流量调小一点。正在大家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，我突然想到了烘合法，哇，肯定是有串水的地方。找来找去，果然在厨房的水槽下面，冷热水管是一个导通的。现在把它给绑起来，试一下。果然问题就出在这里，现在水温立马就上来了。折腾了半天，现在终于搞定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关于这个即热式的淋浴瓶，大家有没有用过呢？或者有没有见过呢？日后在使用的时候，它有什么优点和弊端呢？目前来看的话，是科技感满满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拜拜。